Prepare to ditch. Copy that. Brace for impact. Out of time. Help me with the brakes, Stanley. On it. 从斯巴达300勇士到伦敦陷落，杰拉德·巴特勒不用多做介绍，在陷落系列的作品里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这哥们几乎到哪里就开始陷落，妥妥的一个灾星，但是每次都能凭借主角光环逢凶化吉。2023年，陷落哥再次带着该系列最新力作重磅回归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最新的灾难动作电影《飞机陷落》。春节前夕，托兰斯机长还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。今天晚上，他将驾驶119次航班从新加坡飞往美国纽约。乘客登机前，托兰斯临时获悉，罪犯黑哥也将乘坐这次航班，会有一名警察全程押解。考虑到其他乘客的生命安全，托兰斯起初并不愿意。由于上级已经同意，他并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将黑哥安排到最靠后的座位之后，剩下12位乘客陆续登机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飞机缓缓上空。从托兰斯和副机长德勒的聊天中得知，托兰斯的妻子在3年前离世，自己忙于工作，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。正因如此，航班结束后，托兰斯决定和女儿丹尼拉共度假期。然而，飞机经过南海领空时遇到了强风暴。尽管出发之前已经从天气预报中得到消息，然而风暴规模远远冲出了托兰斯的预期。受到强对流影响，飞机开始剧烈颠簸。为了安抚乘客们的情绪，托兰斯来到机舱，让大家不要担心，只是天气不好。不料话音刚落，机身又一阵摇晃，紧接着整个机舱陷入一片黑暗。托兰斯不小心撞破了脑袋，等他返回驾驶舱，才知道飞机遭到雷电袭击，航电设备发生了故障。由于无线电失效，托兰斯无法向塔台求助。此时，飞机正从4万米高空急速坠落，必须在10分钟之内安全着陆，否则无人生还。乘务员提醒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可未知的死亡恐惧瞬间萦绕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也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想的，为了捡回颠簸中意外掉落的手机，他竟然不顾乘务员警告，执意解开安全带。不作不死，还没拿到手机，警察就在震荡中撞到头部，最后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想阻止警察的空姐也不幸意外身亡。幸运的是，托兰斯凭借沉着的心态和精湛的驾驶技术，让飞机有惊无险穿越风暴。不过危机并没有解除，下面是广阔无垠的海面，根本没地方可以着陆。这样下去，飞机极有可能一头栽进海里。时间还剩最后3分钟，就在托兰斯准备放弃时，突然一片陆地进入他的视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飞机有惊无险的着陆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死里逃生的副机长一脸不可置信。燃料过热导致机场温度升高，托兰斯第一时间引导乘客离开。这时天已经大亮，大家才发现这里是菲律宾南部的某个小岛。糟糕的是，他们与外界彻底失联。失去警察押解的黑哥也是个危险因素。担心他搞事情，乘务长邦尼留了个心眼，下飞机之前从警察身上取走手铐钥匙，交给了托兰斯。托兰斯向乘客们说明事故原因，并且承诺一定会想办法带所有人离开。至于黑哥，托兰斯让他远离其他乘客，无法寻求支援，大家只能原地等待。托兰斯通过计算发现，搜索范围竟然超过了1000平方英里。除非发生奇迹，否则在饿死之前，救援人员找到这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看着地图上的位置，德勒心头一惊，这不是和乐岛吗？它可是被一群菲律宾反抗军分子控制的，岛上处于无政府状态，连警察都没有。这意味着困在岛上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。乘客那边突然传来动静，原来光头哥闲着无聊，拿起手机拍视频，结果惹怒黑哥，一把推倒了光头哥。内忧外患，托兰斯决定在岛上寻找通讯设备，并且让有战斗力的黑哥一同前往。为了表达诚意，出发前托兰斯特意卸掉了黑哥的手铐。另一边，反抗军头目达图也得知了岛上有飞机迫降的消息。托兰斯从黑哥口中得知，他曾服役于法国伞兵突击队，后来因为任务失败被美军抓获。聊着聊着，黑哥悄然失踪。或许这对托兰斯而言是一件好事，因此他并不打算去找人。德勒正在全力维修，操作系统总算恢复正常。很快，托兰斯在丛林之中发现铁丝网，走近一看，竟是一栋废弃的楼房。
墙上的弹孔以及散落一地的弹壳，说明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托兰斯掏出从警察身上找到的手枪，谨慎地搜索各个角落，最后在2楼房间找到一部电话。由于年久失修，电话根本打不通。托兰斯连忙检修线路，成功后立刻联系航空公司。万万没想到，接线员一看是菲律宾打来的，下意识以为是诈骗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托兰斯很无语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丹尼拉身上，让她记下飞机着陆的位置，之后传达给航空公司。话刚说一半，一名反抗军在背后出现，好在托兰斯也有2把刷子，两人开始赤手空拳的搏斗。最终，托兰斯成功扭断对方的脖子，还没来得及喘息，耳边突然传来枪声。托兰斯赶紧找地方隐藏，下一秒有人走了进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黑哥。托兰斯已经暴露，不过黑哥并没有恶意，看他身上的装备，应该是从反抗军那里抢来的。楼梯上躺着2具尸体，显然就是被黑哥杀死的。搜索1楼房间时，他们发现一台摄影机，地上还有长长的血迹。打开视频，里面的内容让托兰斯感到震惊，反抗军竟然绑架外国人，向他们的家人索要高额赎金。托兰斯立刻想到乘客，在反抗军眼里，他们可都是待宰的肥羊。果然，飞机这边出事了，乘客们看到车辆逼近，天真的以为等来救援，直到反抗军下车开枪示警，所有人才恍然大悟。等到托兰斯和黑哥返回，为时已晚。达图带着手下已经控制住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，敌众我寡，托兰斯与黑哥只能暗中观察。达图手下逼迫邦尼交出乘客名单，之后又威胁德勒说出机长的下落。紧张的氛围中，一名女乘客吓坏了，试图逃跑，结果被手下一枪送走。女人的男朋友更惨，吓得乱喊乱叫，被达图一刀斩首。反抗军将所有人装车带走，只有2名反抗军留在现场，负责搜集这里的贵重物品。见大部队扬长而去，托兰斯不再忍气吞声，冲出去杀死1名反抗军。紧接着，从另一个反抗军口中得知，乘客被他们带到一个叫丹杜利特的村庄。托兰斯回到驾驶舱，发现操作系统已经被德勒修好，他村庄地址写在白衬衣上，还将自己的工牌一并留下。一旦救援人员找到飞机，必然会想办法到村里救人。丹尼拉不负所托，将飞机迫降在和乐岛的消息汇报给了航空公司，他们已经派遣一支雇佣军前往着陆地点。很快，雇佣军找到了飞机，队长来到驾驶舱，发现了托兰斯留下的线索。反抗军让乘客们站成一排，对着摄像头报出名字和国籍，谁不听话就在谁的耳边开一枪。生死关头，所有人只得乖乖认命。托兰斯与黑哥来到村子外围，发现有人在给轮船加油。反抗军似乎想把这批人质运出小岛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两人小心翼翼潜入敌人的地盘。第一件事便是刀死2个加油的手下。之后，他们发现达图的身影，悄悄跟踪，终于发现囚禁人质的地方。门口只有1名守卫，黑哥抄起大铁锤，快准狠地把人干掉。托兰斯则拿到钥匙，成功救出人质。然而，救援行动真会如此顺利吗？当然不会。黑哥告诉托兰斯，有一支武装小队拦在出村的必经之路上，一旦开车，全车人都得完蛋。开枪更不行，会引来更多的反抗军。看着乘客无助的眼神，托兰斯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由他引开武装小队的注意，尽可能多的为大家争取逃跑时间。黑哥虽然不赞成，但最后也只能尊重托兰斯的选择。按照计划，托兰斯被武装成员一路推搡着来到达图面前。托兰斯告诉他，很快救援人员就会赶到这里，最好赶紧放走所有人质。对此，达图不屑一顾。之后，托兰斯又打起感情牌，表示飞机发生故障才不得已迫降在岛上，大家只想回家而已。可惜达图软硬不吃，只要是岛上的东西，不问缘由，全部是他的东西。达图显然不知道，这只是托兰斯的缓兵之计。就在达图下令杀死托兰斯时，突然枪声大作，是雇佣军来了。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大家分工明确，有人负责与反抗军枪战，有人负责救人。最后一车人质安全撤离。看着死去的2把手，达图愤怒不已，当场下令全员出动，要让逃走的人付出代价。托兰斯心里清楚，除非有更多的救援力量赶到，否则所有人必将遭到反抗军的疯狂报复，陷入更大的危机。托兰斯告诉乘客，接下来的24小时内不会再有救援人员赶到，飞机电力已经恢复，现在最有可能的逃生办法便是开飞机带所有人离开。
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乘客们有点慌。之前的事故，他们仍心有余悸，再加上飞机有破损，乘客们对飞机、对托兰斯都没有信心。可他们别无选择，横竖都是死，倒不如放手一搏。于是，乘客们火速登机。雇佣兵在飞机四周警戒，托兰斯则争分夺秒维修刹车系统。就在这时，反抗军杀了过来，光头不幸被子弹击中腿部，在邦尼和另一位乘客的帮助下，才将他带上飞机。为了掩护托兰斯，雇佣兵和反抗军又是一顿激烈对决。托兰斯告诉队长，一旦飞机启动，他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登机，错过了就没有机会。奔向飞机途中，托兰斯的左腿被达图击中，管不了那么多，他只能忍着剧痛进入驾驶舱。在德勒的默契配合下，飞机引擎成功启动。黑哥这边子弹已经打光，寻找补给时，他意外发现航空局给雇佣兵的巨额报酬，瞬间萌生了别的想法。枪战进一步白热化，为了阻止飞机离开，反抗军竟然准备了火箭炮。幸亏最后一刻拿炮的人被击毙，飞机需要掉头，达图一眼看穿，吩咐手下朝飞行员开枪。托兰斯和德勒只能被动躲子弹，没有雷达，没有导航，纯手动驾驶，仅剩的燃料也只够飞行300英里。尽管种种困境，但托兰斯并不放弃，他紧急联系航空局，寻求定向辅助，希望在最近的机场降落。随后，托兰斯联系队长，时间不多了，不要恋战，抓紧登机。队长本想掩护黑哥离开，可没想到他拿着一袋子钞票跑进了丛林。不难理解，黑哥是戴罪之身，解救人质能将功补过当然好，可要是美国不认，那回去还得蹲局子，干脆一跑了之。最后关头全员登机，可反抗军仍旧对着飞机疯狂扫射。见状，雇佣兵立刻迎战，眼看托兰斯有危险，还得是黑哥出手，这才化解危机。达图气急败坏，掏出火箭弹。此时飞机已经进入最后加速阶段，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。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达图在机轮的猛烈撞击下领了盒饭，飞机终于顺利航行。原以为故事到此结束，不料又一波反抗军赶到，对着低空飞行的机身一顿突突。期间飞机右引擎受损，冒出滚滚黑烟。托兰斯奋力拉动推杆，让飞机不断升高，这才甩开敌人。最后在所有人努力下，飞机离开和乐岛，就近降落在了机场上。与此同时，菲律宾政府的救援人员也已经抵达，一场危机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杰拉德·巴特勒在电影里的硬汉形象也算深入人心，但在本片中动作戏并不出彩，导演很想营造紧张刺激的氛围，但整个故事看下来都给人一种平淡如水的感觉，更别说逻辑上的硬伤了。总之别抱太大希望，当个爆米花片看看还是可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